欢迎来到杂学咖啡馆，一个丰富您聊天话题的杂学集散地。我是饕餮杂谈板块的代班分享人 G。感谢各位看官对《聊斋》系列的关注。作为美食板块，本期我们将从美食的角度给您介绍古典名著的另一个侧面。那么提起美食，首推的必是由清朝作家曹雪芹所著的《红楼梦》。提起红楼美食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都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吃的那道秘制茄鲞。茄鲞的主料就是茄子干，但是辅料要搭进去10几只鸡，整个制作工序非常复杂，有点类似今天分子美食的概念。总之最后基本上已经尝不出什么茄子味了。著名的美食家孔夫子曾经说过，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从这个角度，茄鲞的做法无可厚非，但孔夫子作为哲学家还说过过犹不及。所以如果把食物吃到迷失了本味，其实是一种失真。开始可能还觉得新鲜，时间一长也就腻烦了。回到《红楼梦》的剧情，在刘姥姥临走的时候，平儿开口跟她要说，到年下你把你们晒的那个豇豆、扁豆、茄子、葫芦条这些干菜都带进来，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。可见就算是吃遍山珍海味，最后也还是要归到一个真字上。谈到《红楼梦》里的美食，描写远远不止前面这些口腹之欲。主剧情发生地的贾家作为百年贵族，在饮食上的追求早已经超出了吃饱吃好的世俗标准，几乎占全了古代饮食天花板的4层境界。首先是要吃对时节，所有食材以季节而定。在《红楼梦》里，一茶一饭无不对应着时节的味道。比如一入秋，从精致小吃到饕餮大餐，样样都是秋色秋香。众人游大观园时，先上2样小点心，藕粉桂糖糕和松瓤鹅油卷。藕粉、桂花、松子儿都是秋色秋香。又比如大观园离奇诗社时，菊花诗会办着盛大的螃蟹宴，这才不辜负这个秋天。红楼中人始终在吃对时节上下功夫，严守孔夫子立的规矩，不食不食。其次，饮食不再只是味觉的满足，追求综合感官的享受。比如贾母的元宵节家宴，席面是经过精心设计的。我们只简单的看几样细节：玲珑的山石盆景，青苔温润，鲜花开放。在北方的冬天里，这绝对是视觉的惊喜。雅致的香具焚着百合宫香，这是嗅觉的满足。质地考究的古董茶具与餐具，这是触觉的满足。进餐全程，声管笛箫，歌喉婉转，这是听觉的满足。这一场宴席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，感官的综合享受无以复加。但是只停留在感官的层次还不够，《红楼梦》里还要吃得体面有尊严，这就上升到礼的层面。孔夫子为中国餐桌立下的基本礼仪就是食不言。像贾家这样的大家族，如果是日常的正餐，就要严守这一规矩。林黛玉进贾府，在老太太身边的第一顿饭，按说姐妹们聚在一起，应该是推杯换盏，热闹非凡。但这第一顿饭，原文却用了4个字形容，既然饭毕，意思是从头到尾都安安静静，没人说话。再比如老太太的日常3餐，虽然都有很多人陪着，可是从邢夫人、王夫人到李纨、王熙凤都不能上桌一起吃。不吃饭干什么呢？李纨捧饭，熙凤安住，王夫人进羹，每个人各尽其责，这就叫规矩礼数。难怪给刘姥姥都看傻了。这规矩除非是有客人来，会被让到上座。比如薛姨妈来了，虽是晚辈，但在餐桌上她会升格一级，跟老太太并坐。甚至刘姥姥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地位的村妇来了，虽然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，但是老太太也是口内尊称老亲家，让她到自己身边来。然后就是最后一个层级，要吃得风雅，吃出形而上的乐趣。简单说就是不能为了吃而吃。获取食物只是最基本的层级，跟谁吃，怎么吃才能获得情感和精神的愉悦，才是吃文化更高级的境界。《红楼梦》里，只要不是不许说话的正餐，凡是游乐饮宴，不论尊卑老幼，几乎都少不了行酒令。酒令主要的形式就是5花8门的文字游戏。宝玉跟冯子英、薛蟠这帮纨绔公子喝酒，酒令就更花样翻新，要即席作诗、唱曲，即使是不学无术的薛霸王，也不得不赶鸭子上架。这种酒席
没点才情修养还真应付不了。比如史湘云，人都醉倒在芍药花丛里了，还不忘嘟嘟囔囔地说：泉香而酒冽，玉碗盛来琥珀光，只饮到眉梢月上醉扶归。不仅意境不凡，而且它还是一句古文加一句古诗加一句元曲再加一个曲牌名。没有相当的古诗古文的底子，别说写了，连听都听不懂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